猪八戒混进取经队伍里的真实目的是什么？脚趾钉耙竟然是西游第一武器，调戏嫦娥其实是另有目的。猪八戒的原配夫人阮二姐又是个怎样的来历呢？你这早问的弼马温，你这个憨货！说起猪八戒给人的印象，一直都是好吃懒做，有点好色的感觉，并且好像也没多大的能耐。观音菩萨给他取的法号猪悟能，听起来就显得很无能。师傅，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，叫做猪悟能，我还记了武魂三验。今天见了师傅，我可以开荤了吧？但其实猪八戒的真实实力是非常强的，并且是一直潜伏在取经队伍里的卧底。那他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？首先要告诉大家的是，《西游记》原著里的猪八戒和电视剧、动漫里的是截然不同的。猪八戒在取经队伍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取经路上的担子一直都是由猪八戒挑的。这时候肯定就有人要反驳了，说电视剧里的猪八戒整天就扛着个耙子往前跑，担子明明是人家沙僧挑的。但其实这是电视剧为了体现沙僧的任劳任怨，以及猪八戒的好吃懒做，故意这么安排的。那么原著中是怎么写的呢？原著里是沙僧牵着马，孙悟空在前面探路，猪八戒在后面挑担子。担子里包括师徒几人的衣物、通牒文书、禅杖、袈裟之类的，这些东西都是猪八戒用耙子挑着的。如此看来，猪八戒绝非是好吃懒做之辈。还有人说猪八戒没啥能耐，这其实也是误解。我们看《西游记》高老庄那一回，孙悟空去收服猪八戒，两个人几乎打了个平手，从黄昏一直打到天亮，最后还是因为猪八戒体力不支败下了阵。虽说猪八戒没孙悟空厉害，但是能跟他打上一宿，你说他的能耐小吗？要知道，孙悟空可是齐天大圣当初玉帝派下天兵天将让哪吒跟孙悟空打，咱都知道哪吒的能耐，他跟孙悟空打了50-60个回合都不分上下，所以这么一对比，猪八戒跟哪吒的本事也是难分上下。我们再看猪八戒在天上是做什么的，那可是天蓬元帅，统领着10万水军，能耐是相当大的。说猪八戒没本事的都是胡说八道。再来说说猪八戒的长相，他是猪头人身，圆头圆脑，很可爱的一个形象。但其实在原著里，猪八戒并不长这样，这点在书中写得很明白，从高老庄那一回就能看出来。高小姐的父亲说过，猪八戒原先那个模样还能接受，可一现原形就吓死个人，是大长嘴、长耳朵，后脑勺上还有一撮毛，这明摆着就是头野猪。但真正的猪八戒就长那样，并且在高老庄的时候，猪八戒还曾透露过另一个秘密，那就是高小姐并非是他的原配夫人。那么他的原配夫人是谁呢？原著里写的是猪八戒的原配夫人跟他过了1年就死了，至于是怎么死的，猪八戒闭口不谈。而这个原配夫人叫做阮二姐，两口子就住在云栈洞。咱们都知道猪八戒背媳妇这一段，他要把孙悟空背到哪儿去呢？就是要背到这个云栈洞里去。云栈洞就是猪八戒的老巢，也是原先跟阮二姐成亲的地方。后来这个云栈洞就被孙悟空放了把火给烧了。那这个阮二姐是何许人也呢？有人就猜想了，能跟猪八戒结婚，并且还能在这个偏僻的洞里过日子了，怎么着也得是个妖精吧？再看这个名字，阮二姐，阮二姐，顾名思义，它就是个蛋，并且还不是一般的蛋，它是一颗凤凰蛋，又叫凤凰卵。凤是公的，凰是母的，所以这个蛋是黄下的。在中国的神话体系里，对凤凰卵有着很特殊的描述。传说凤凰卵里孵出来的并非都是小凤凰，像孔雀、大鹏这类非常厉害的鸟，在凤凰卵里都有可能孵得出来。咱们都知道，如来佛祖封孔雀大明王为佛母，原因是有一天，如来佛祖在山顶上要修炼749天，眼瞅着马上就能结束了，可到了第46天的时候，一只孔雀飞了过来。孔雀误把佛祖当成了食物，于是就一口把佛祖给吞到肚子里去了。可佛祖正在修炼，无法动弹，于是就在这个孔雀的肚子里待了3天3夜。最后修炼结束，佛祖准备出来，那从哪儿出来的呢？佛祖是抛开脊背破背而出的，孔雀开屏就是这么来的。佛祖后来想取他性命，可众仙表示，若伤害他，犹如伤害生身之母，于是就将孔雀留在了灵山，封为佛母，也就是孔雀大明王菩萨。凤凰卵孵出孔雀以后，另外的2个卵，一个是大鹏鸟，一个就是阮二姐。大鹏鸟和孔雀算是姐弟俩，所以后来我们看《西游记》里的金翅大鹏鸟指着孙悟空告诉他说：“你休要张狂，我可是你家如来佛祖的亲娘舅。”虽说阮二姐不知道是孔雀还是大鹏，但肯定也不是一般人。于是就有人猜测，猪八戒跟阮二姐成亲是因为孔雀和大鹏都跟如来佛祖有亲戚，所以猪八戒才有机会西天取经，说他就是走后门进去的。当然这只是民间的一种传说，但是有一点，猪八戒能够西天取经，那他就不是随随便便的犯了天条，调戏了嫦娥就下来了。纵观猪八戒在西天取经中的表现都充满了疑点，他为什么要西天取经呢？猪八戒与其他几位师兄弟可不一样，
我们看孙悟空、沙僧和白龙马，那都是经过观音菩萨点化过的。观音菩萨在和这几个人谈的时候，都是夹杂着利益关系的。孙悟空是被压在五行山下500年，把这猴子都给憋坏了。这个时候，观音跑过来就跟他说：“你只要肯保着唐僧西天取经，我就跟佛祖说一声，把你山顶上的6字真言给接下去。”孙悟空平时自由自在惯了，巴不得能赶紧出去。观音提出了这个条件，他想都没想就答应了。还有白龙马，玉帝下令要处置白龙马。这个时候，观音来了，要保他一命，让他跟着西天取经去赎罪。沙僧亦是如此，他曾是天上的卷帘大将，只是不小心打碎了琉璃盏，然后就被玉帝贬到了流沙河，而且每隔7天还要受一次飞剑穿身之苦。观音呢就告诉他说，只要护送唐僧西天取经，我就让你官复原职，甚至比以前的位子还要好，并且还免除你的飞剑穿身之苦。沙僧一听可高兴坏了，天天就盼着取经人到流沙河来。有人说《西游记》啊，其实就是合谋下的一盘大棋，并且这个猪八戒就是玉皇大帝安排在里面的卧底。咱们都知道，猪八戒是因为调戏嫦娥才被贬下凡的。电视剧里演的是猪八戒在宴席上喝多了酒，看见嫦娥跳舞起了色心，就跑到广寒宫调戏嫦娥去了。可是原著里并没有这一段的具体描述，不知道他为啥就跑到广寒宫去了，并且人家嫦娥也没搭理他，扭头就往屋里走。天蓬元帅就在门口大喊大叫，这怎么看都不像是调戏的样子呀！人家嫦娥还没喊呢，你自个儿倒喊上了，喊的那是地动山摇，生怕别人不知道这事儿。最后玉帝知道了，然后就把他贬下了凡。其实这都是玉帝提前安排好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是因为孙悟空大闹天宫，搞得玉帝很没面子，于是他就怀恨在心，想要报复。但是最后孙悟空被如来说服了，并且还有意要给他转正，让他成佛，那玉帝就不好明目张胆地收拾他了，于是就派了猪八戒这个特务，让他找准时机干掉孙悟空。说到这儿，很多人可能都不相信，那么咱们再来说说另一个证据。说起《西游记》里最牛的兵器是啥？很多人说是金箍棒，但其实不对，最厉害的应该是9齿钉耙。首先，金箍棒本身就不是个兵器，它是大禹治水留下来的定海神针，说白了就是个测量水深的仪器。而9齿钉耙可是太上老君造的，用的是北海神兵铁，这东西造出来就是拿来打仗用的，并且造的时候还相当麻烦，不仅要太上老君自己动手，还要5方5帝6丁6甲众神相助。所以从各方面来讲，9齿钉耙的来历都比金箍棒要牛得多。后面咱们都知道，猪八戒进到取经队伍里面后，是一有机会就往死里整孙悟空，在里面煽风点火，要唐僧把孙悟空逐出师门。可是到了最后呢，谁也没发现猪八戒的身份，佛祖还给他封了个净坛使者，这可是个美差呀。猪八戒一看这位置，可比天蓬元帅舒服多了，整天吃吃喝喝，悠哉悠哉的，我还回去干啥呀？这如来佛祖可比玉皇大帝厉害多了。再者说这一路上，孙悟空他也没能收拾得了啊，于是干脆就跟着如来佛祖混了。所以说，猪八戒就是个双面间谍。当然，今天说的这些其实都是民间的一种猜测和解读，大家只当个故事看看就好了。好了，有关猪八戒的故事我们就讲到这里了。如果大家还有其他的见解，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。八戒，你这憨货！本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是6戒，咱们下期再见。